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我会记录开源大气水发生器的制作过程，边做边拍，不定期更新。虽然地球上有大量水，但能用得上的其实没多少。97.1%是无法日常使用的海水，1.8%是难以接触到的冰川，地下水1%需要设备抽取才能用上一点。地表江河湖泊只有0.0018%，分布相对集中，也不是随手可得。除此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来源，大气。空气中多多少少含有一定的气态水，即便只有0.0001%的水存在于大气，但总量也不少了。能提取出来用的话，也比没有强。即便是沙漠的空气，也不是完全干燥的，人们还是可以通过称为大气水发生器的设备来提取淡水。如果在海洋附近这种空气湿度极高的地方进行提取，得到的淡水量会很可观。在家庭环境下，虽然说除湿机也可以把空气中的水弄出来，但得到的水往往无法再次使用。目前市面上有商业化的大气水发生器出售，在降低室内湿度的同时，还能得到饮用水。这东西很大一个，功率300到2000瓦，价格高达几千美元一台，不是为普通家庭设计的。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它的原理。大气水发生器核心在于一个热泵系统，这个循环的管道里有低沸点液体作为制冷剂，它经过毛细管的节流阀之后，压力下降，进入蒸发器，吸取周围的热量，蒸发成气体，接着沿着管道到达压缩机，被压缩，气体温度升高，再到冷凝器，放热液化回液体，最后又到了节流阀，完成一次循环，相当于把热量从蒸发器搬运到了冷凝器。热泵不产生热量，只是热量的搬运工，还是个效率非常高的搬运工。家用冰箱也是这个工作原理。接下来看看空气流，空气被吸入，通过过滤器净化，首先经过蒸发器把温度降低，气态水凝结出来，滴入水箱。干冷的空气再经过冷凝器把热量带走，进入和排出设备的空气温度基本一样，但气态水被分离出来了。得到的水经过臭氧发生器净化，再由水泵压入过滤器，最终得到饮用水。本质上，这里就是通过制冷，让空气里的气态水凝结成液态。其实这个现象随处可见，从冰箱拿一听可乐，放几分钟就能看到旁边全是冷凝出来的水。这个可乐其实就是个临时的大气水发生器，只是无法持续发挥作用，等温度上去之后就失效了。空气能容纳多少气态水跟压力和温度有关，在一定的大气压下，当空气低于某个温度的时候，所含的气态水就会凝结，这个温度称为露点。那么要从空气里提取水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降低空气温度，当然也可以在另一个方向上努力，压缩空气，提高水的蒸汽压，使露点高于空气温度，不过那样设备会更复杂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用其他原理的大气水发生器，比如用凝胶吸水，然后挤压出来。最新的还有产生一个高压静电场，让水分子因为有极性而往一个方向移动，聚集成液体形态。这些也都需要更复杂的设备。所以这里我打算做的是一个简洁的适合家用的开源大气水发生器。目标是制作成本低，尽量用现成零件，方便复制；运行成本低，功率要小；结构简单，方便维护；体积和重量小，安全可靠。这里并不需要搞什么复杂的设计，原理上用最简单的冷凝法，把刚才的原理图做个简化。咱们先来解构一下，这可以分为3个模块：空气过滤、水过滤、热泵。虽然热泵的效率非常高，但正是因为热泵的存在，大气水发生器的体积、重量、价格高居不下，这也是我们的简洁版最需要修改的地方。我们的首要要求是体积和重量小，价格便宜，能做到之后再考虑效率。再看现在的一些微型冰箱，没有压缩机，用的是半导体制冷片，这也是个热量的搬运工，在通上电之后会把热量从一面搬运到另一面，形成一个冷面一个热面，两个面的温差大概在70度。虽然效率远不如热泵，但用在这里似乎更合适。既然有了冷面和热面，我们就不再需要节流阀来改变制冷剂压力，蒸发管和冷凝管也变成一样的热交换器。我们需要增加到2个循环，它们热量的流向不同。冷循环这边
空气通过滤网被风扇吸入后，热量传到热交换器，被冷却液带走，到达冷面。热循环这边，热量从热面被冷却液带走，传到热交换器，加热空气。这俩循环一冷一热，对称存在。冷循环的热交换器表面低于露点之后，水会凝结，滴入水箱。我们把整体结构调整一下，变成管子的形式，减少体积。两个热交换器分别在一段管子里，把管子弄成斜的，可以方便水流下，不被热交换器遮挡。转弯的地方气流也会比较顺。底部平了一段，把水收集到水箱里进行过滤，气体继续往前加热，用第二个风扇排出，整体是个对称的 Y 型结构。现在来看看冷却液，既然不用热泵，没有蒸发和液化的过程，就没必要考虑低沸点的液体，直接用水作为冷却液就是了，价格低，安全性很好。既然这样，那这个循环就和电脑里的水冷设备一样了嘛，有一个水箱，一个水泵，一个水块，中间用管道连接，直接买成品的电脑水冷套件就能实现，降低成本。不过这里又有个新问题，制冷片产生的温差总是在70度左右，在室温下会让冷端低于0度而把水冻住，或者在热交换器表面结霜，阻碍热量的流动。很可能我们得像冰箱一样，不总是处于制冷状态，而是有个温控的能力，在温度低于某个值的时候就关闭制冷片，通过自动控制开关来把温度控制在某个范围内。最后得有个电源来供应2个电机、2个水泵、1个制冷片、1个温控电路，功耗要越低越好。如果能用太阳能或者风能供电就最好了，自给自足完成提取水的目的。这就是大气水发生器的需求、原理和开源版的基本模块。注意，这里只是一个很初始的设计，在制作的过程中随时有可能修改，迭代出更好的来。不要用瀑布法，不要设计完了再动手，切记。左右对称的结构也给迭代提供了一个好机会，每次迭代可以在一边先实现，然后再迭代另一边。下期就开始动手制作了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